吃的太想到处吃，前往高雄梦时代百货。说到梦时代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它很猛，因为百货空间够大，所以在换柜或店家的时候，那整体空间的利用上也丝毫不吝啬。尤其是今天要造访的这家店，更能感受到。那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间享食天堂高雄梦时代店，就位于梦时代百货9楼的位置，在2022年9月25号开幕，是在高雄的第2间分店。那高雄第1间店大圆百店是在2013年11月13号开幕，但我是10年前吃过一次享食天堂后，就再也没吃过了。这是为了庆祝频道5000订阅了，才又特地来吃吃看。一方面也是为了雪蟹季的缘故。这可是享食天堂南台湾限定的雪蟹饺吃到饱，活动也只到11月30号为止。那话不多说，就开始来逛逛这里的自助吧。前面也提到，在梦时代百货中，由于场地给的很大方，所以这间享食天堂梦时代店直接打造成旗舰店模式，是为全台9间门市中占的最大的分店。拥有536平的广阔空间与400个座位数的超大餐厅，以8大餐区为主，打造上百道的丰盛料理，更是有许多餐点现做料理区，提供最新鲜的美食。而在当年入驻高雄时，更是刷新自助吧价格的天花板，让许多饕客趋之若鹜，为当时最热门的餐厅之一。我也是那时候趁热潮去品尝过一次。不过那时候还不会有分什么特别的季节口味，就是一股脑的把能做的菜色通通摆上餐台，就像现在眼前这样，一次5种汤品全上来。说真的，是给消费者很多种选择是件很好的事，但另一方面来讲，上百道料理，能吃个10道就很厉害了，其他的顶多就是用眼睛吃而已，相当的不合 CP 值。像我这种食量还算大的，吃起来还可以，但对老婆大人这种小鸟胃的人来讲，很快就原地休息了，所以也就一直没再来过这里。那也不得不说，就以目前吃过这几店来讲，这间的用料真的很细，连卤味都有。甚至不常见的推车服务，由搭配港点来主动提供，这在那么大的餐厅来讲算是小确幸吧。但热门的餐厅，通常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空盘率很高。像影片介绍中的餐点，我是来回拍了好几次，才能勉强把画面补齐。其他的时间点，不是人潮多到拍不到餐点，就是空盘成这样拍不出好画面。这边也只能请各位观众多加见谅了。再来，虽然有8大餐区，但我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要把一些取餐动线排在其他餐点的动线上？像这生菜沙拉区就排在最热门的雪蟹饺区，动线完全不搭啊！刚刚看到的画面是我接近散场时才能拍到的镜头，其他的时间点就是被排雪蟹饺的人潮挤得满满的，就只是想要吃个生菜沙拉，结果还要跟排雪蟹一起排，不排又感觉像是在插队。真的是有点两难。那这里属于生鲜海鲜区，自然也有不少生鲜菜色，不过都是大同小异。唯一最特别的就是这雪蟹饺专区了。以前我根本分不出来雪蟹、松叶蟹、帝王蟹这几种的差别，基本上就是有壳就开，有肉就吃，有蟹膏就咬，这样，那么单纯，那么快乐而已。后来才知道，雪蟹、灰岩雪蟹、松叶蟹、雄性雪蟹和帝王蟹是3种不同的蟹类，其中雪蟹是广义名称，而松叶蟹是特指日本特定产区的雄性灰岩雪蟹，而帝王蟹体型最大，与前两者属不同科。想不到吃个螃蟹脚还能那么复杂，结果没用的小知识又增加一个了。如果有喜欢的观众，也欢迎支持按赞、订阅一下。其他的卷寿司空盘率也很高，这边也是补拍好几次，这我就看不懂了。这类型的餐点有那么热门吗？再来到茶碗蒸跟土瓶蒸的吧台，不过这边组合很杂，再来跟烤的现做餐点都挤在一起。不过大部分的排队人潮都还是在烤类那边。炸类的部分，大部分是来看看炸虾好了没有而已。毕竟主打烤虾跟烤生蚝还是相当的有吸引力。烤的数量真的是不多，好在有限制取餐数量。但是一次40颗也是一下子就被拿光，所以算是随缘型餐点，有拿就拿吧。
现做餐点的汤品有别其他间自助吧的方式，牛肉汤的部分是厨师现煮现做的，跟一般自己 DIY 的方式不同，等等也会点个一碗来吃。饮品的部分，平常晚餐时段也是有提供酒类，红白酒的种类都有，不过没特别注意到有没有生啤酒。旁边这台是气泡水机而已，不是生啤酒机，可以自行 DIY 做出不同口味的气泡饮。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把红酒加气泡水的？有试过的观众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冰淇淋的口味也很多样化，只是在众多人潮的威力之下，有些口味也是被清光。反而是昔日的顶标哈根达斯就比较少人取用了。来，跑到这边了。甜点柜的部分，我个人感觉就没那么精致化了，算是都有，但是特色也不多。喜欢品尝甜点的观众也可以来试试看。这部分就不多加介绍了。至于现做甜点区，有提供现烤的人形烧，以及焦糖烤布蕾等等多种选择可以点餐。比对其他间自助吧，算是突出不少。水果区的部分就一般般了，这边就简单快速带过了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的餐区部分。那享食天堂还有一个最独特的餐区——儿童餐区，业界首创高度仅70公分的儿童餐台，方便小朋友取餐，并提供迷你版的专属餐点，算是一个相当贴心的亲子空间服务就是了。最后就是这个超级 VIP 的神秘座位，放眼现场500多平的场地，400个座位，这里是唯一有窗景的空间，能欣赏高雄夜景，搭配独特的空间装潢，更是把这里打造不一样的氛围感。这边当然也有跟服务人员询问要怎么订这个座位，服务人员表示，只要在定位时问问看 A09 还有没有位置，不过也很贴心的提醒，不要订到下午时段会很热。那菜色介绍也要告一段落了，等等就来个手卷开个胃吧。首先登场就是软壳蟹手卷，这可是秋日限定才有的餐点。然后再来份炙烧寿司，炙烧或寿司的菜名一个比一个长。这边我就不绕口令了，直接来一份牛肉跟比目鱼寿司。说到这种料理方式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，看来看去都是想要用火烤的方式来增加香味。但实际上吃起来却影响不大，感觉就是加热而已。如果有观众对这种料理手法有了解，也欢迎留言讨论。一个比目一个底小。那这边的手卷海苔没有先烤过，那就赶快趁还没软掉之前来吃吧。吃起来还不错，顾名思义就是连壳一起吃，咬起来还有点酥脆感，推荐可以多拿几次来吃。那炙烧寿司也趁热度还没消退前来吃吧。与其说是吃寿司，倒不如说是吃酱料的感觉居多。尤其是牛肉的部分，以前有吃过好几种的牛肉炙烧寿司，有一种就是直接放生牛肉来烤，烤到边边微微翘起，就可以吃了。现在这种就有点感觉像是牛肉盖饭了。接下来就是等现炸的炸虾出炉。这里没有限制拿取的数量，所以一转头盘子都是空的，所以不等也不行啊。等了3分钟，总算等到第一手的炸虾了。其实我平时很少吃这个，因为太油，如果硬要把面皮都吃掉，又会太饱。而且也不喜欢像某些人的做法，是把面皮拿掉只吃虾，感觉又有点浪费，所以一餐下来顶多吃个2、3次而已。然后比较让我感兴趣的，反而是这个炸柳叶鱼。不知道各位观众有人分得出喜相逢跟柳叶鱼的不同吗？我在很久以前一直认为这2种鱼是同一种，只是一个是正常名称，一个是摊贩用语而已。想不到长大接触相关资讯后，才知道两者是不一样的。那这种鱼要好不好吃，就是取决于有没有鱼卵。幸好这次的柳叶鱼小归小，但还是有鱼卵，所以算是给过关了。再来就是要等这个澎湖生河，但新的还没上，旧的还有1点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先取餐了。但基本上有开的生河，因为时间太久，汤汁都干掉了，所以也只能这样来品尝味道。如果觉得还不过瘾，就拿些烤虾来解解馋吧。感觉吃这个生河就跟开蟒香一样，
尤其是完全不加调味过的，师傅烤的跟自己烤的差别性也不会太大，吃起来真的是很靠命运的安排。反正最后还是要用的wasabi来提味。老实说，我对这次的味道是不太满意的。就如前面所讲的，没第一时间来拿，汤汁很快就蒸发干了，自然也吃不出美味。我还是喜欢之前在喜来登吃的蒸生蚝。那等等再来试试别的口味的生蚝料理吧。这里除了烤生蚝以外，也有提供焗烤生蚝，那你就来一颗试试，口味是怎么样的味道。只能说趁热吃还是有优势的，但这生蚝挑的有点小颗，感觉都被焗烤盖住了。虽然是可以一口咬下，但刚出炉还真的是有点烫。焗烤料理就是这样处处隐藏危机。那口味，我个人是觉得有比现烤的好一点，但吃不出生蚝真正的味道，所以这边就请各位观众参考一下即可。这道料理倒是不用排队，因为没了就没了，不是现烤现做的，等有补餐时再来看一下就好。那又是到了品尝炉烤牛肉的时候，这炉烤牛肉的切面有点让我惊讶到。很久没看到将牛肉烤得如此平均的火候了，整体的熟度都感觉一致化，没有那种外表生、内部太干，整体的颜色都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粉红色。切面的大小对我而言也很适合，不会太大块而吃得太饱。那就撒点简单的调味，赶快来试试看吧，看是不是终于能找到心目中100分的炉烤牛肉。这看起来应该接近5分热度的口味。不过切面没有带出很多肉汁，牛肉内外都还是呈现很漂亮的粉红色，咬起来也不会很费劲。算起来是目前自助吧等级来讲，在我个人心目中，目前可以占据第1名的位置。上次在岛屿吃过的肋眼牛排也不错，但那个是一块一块下去煎烤的，跟这种一整块牛肉下去烤的手法是完全不同，相当值得推荐给各位观众来品尝。不过下次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师傅烤的就是了。那终于要到本集的重点了，秋季限定的雪蟹脚。经过前面介绍的不重要知识小百科后，有没有观众能吃出雪蟹跟松叶蟹的不同之处？如果不看菜名的话，我个人是完全分不出来啦。不过帝王蟹倒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徒手掰也掰不断它的脚，满满都是刺，怎么掰？不过也随这种蟹脚料理出现，几乎都变成各大自助吧的标配，走到哪里都遇得到。唯一的差别就是处理腥味的手法。这种料理如果处理的不是很好，抽出来的蟹脚肉会很腥。不过这种应该也都是冷藏来台，然后再退冰处理的吧。台湾的环境应该不适合养殖这种海鲜生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变成高级食材。以前对螃蟹的认知都还是像一般的蒸煮炒而已，想不到横空出世来这道螃蟹脚料理，瞬间席卷餐台。然后是方便抽蟹脚肉出来，又或者是料理手法简单，才变成各大自助吧店家的宠儿呢。午餐的方式也很豪迈，真的都是大把大把抓，看起来就是爽，所以每次有这道料理都要排队就是了。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这道料理的观众，也来分享看看您为什么特别喜爱这道料理呢？每次看到别说堆成跟山一样高的蟹脚壳，都会让我觉得这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最后来做个今天的用餐感想。虽然是相隔10年才又回到这里品尝美食，不过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问题，多而不精。就像现在的续集跟岛屿一样，口味都是不错，但上百道料理当中会吃的还是那几样而已，不可能每样都能塞进肚子里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虽然是吃到饱，但也分出一种市场区隔来。像这样的店家，可能就会被我归类于庆祝时的选择，而不是像汉神下午茶，突然想吃就随时去吃一样。所以要说推不推荐，我是觉得还可以推荐，但不是算物美价廉的选择，只能说是换换口味的吧。这边也给各位观众做个参考选择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